小王子那句名言竟然是一条佛学公式，全世界2亿人都读过这本书，几乎每个人都能背出那句话。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？不是鸡汤，不是安慰，它是一个关于人类认知结构的精确描述。如果你用佛学的坐标系去重新定位这句话，你会发现1943年一个法国飞行员写在童话里的这个秘密，佛陀在2500年前早就用一套完整的认知模型说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咱们来拆一本看起来最简单，实际上可能是最深的书，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。先说一个可能让你意外的事实，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几百种语言，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亿册，是人类历史上被读得最多的书之一。但你注意到没有，读这本书的体验特别奇怪。小时候读，你觉得它是一个童话，长大后再读，你隐约觉得里面藏着什么东西，但说不清楚。再读第3遍、第4遍，你开始觉得这本书在拆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王子不是在讲一个故事，他是在用童话的语言描述人类意识从清明坠入迷雾，又从迷雾中找到回路的完整过程。而这个过程在唯识学里有一个极其精密的模型。咱们从头说起。小王子住在一颗叫 B612 的小行星上，那颗星球小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搬一把椅子，转个身就能看到日落。星球上只有3样东西，一朵玫瑰，3座火山，还有几棵需要定期拔掉的猴面包树。这个设定本身就极有深意。在唯识学里，人类意识有3种看世界的方式，叫做三自性。第一种叫原成实性，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，不加标签，不附带情绪的纯粹真相。第二种叫依他起性，就是事物因为各种条件相互依赖而呈现出来的样子。第3种叫变计所执性，就是你的意识在事物上面强行贴标签，编故事，加戏。B612 星球就是一个接近原成实的世界，没有多余的概念，没有比较，没有竞争。小王子和他的玫瑰之间的关系纯粹的像水一样，他浇水，他开花，仅此而已。但问题是，小王子不满足，他觉得玫瑰太矫情了，他老是咳嗽，老是要人照顾，老是说风凉话。小王子受不了了，他决定离开。这是整本书最关键的转折，也是唯识学里最核心的命题之一。小王子离开 B612 不是因为玫瑰不好，而是因为他开始在玫瑰身上贴标签了，矫情、麻烦、不够好。这些标签就是变计所执，他不再直接看见那朵花了，他开始透过标签看那朵花。但这里有一个圣埃克苏佩里埋的最深的伏笔。在小王子离开的那天早上，玫瑰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我以前真傻，请你原谅我，愿你幸福。他终于不再矫情了，他不再要求他挡风，不再假装咳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都爱他，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。他用要求，用抱怨，用虚张声势来掩饰自己的脆弱。用唯识学来看，玫瑰的矫情本身也是变计所执，他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，叫做需要被保护的公主。当小王子真的要走了，这个标签碎了，他反而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真正的心。2个人之间最深的悲剧是什么？不是不爱，而是2颗心明明在一起，却各自被自己的标签挡住了，谁也看不见对方真正的样子。从那一刻起，小王子从原成实的状态掉进了变计所执的迷雾。然后他开始旅行，他先后到了6颗星球。第1颗上住着一个国王，整颗星球只有他一个人，但他坚持要统治一切，连日落都要命令。第2颗上住着一个爱慕虚荣的人，他唯一的功能就是期待别人鼓掌。第3颗上住着一个酒鬼，他喝酒是为了忘记自己喝酒这件事，一个完美的死循环。第4颗上住着一个商人，他在数星星，声称自己拥有它们，每天忙着把数字写在纸条上，锁进抽屉。第5颗上住着一个点灯人，他忠实地执行一条早已不适用的命令，每分钟点一次灯，再灭一次。第6颗上住着一个地理学家，他记录所有山川河流，但从未亲自去看过，
因为他说他太重要了，不能出门。你发现没有，这6个人其实是同一种病的6种症状。用佛学的话说，这是莫那什的6种伪装。莫那什是唯识学里的第7识，他只干一件事，就是不停地抓，不停地建构一个我，然后拼命维护这个我。国王抓权力，虚荣者抓认同，酒鬼抓遗忘，商人抓占有，点灯人抓规则，地理学家抓概念。6种抓法，同一个根，那个根就是我需要通过拥有什么，控制什么，被谁认可来证明我存在。你再注意一个细节，每颗星球上只住一个人，这不是随便写的。每一种执着都会把你关进一座只有你自己的孤岛，执着越深越孤独。你想想身边那些控制欲特别强的人，那些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，那些沉迷于某种习惯无法自拔的人，他们是不是都活在一颗只有自己的星球上？再想想你自己，你刷手机停不下来的时候，你反复查看点赞数的时候，你拼命攒钱却不敢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坐在某颗小行星上，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但其实只是在维护那个我的幻觉？圣埃克苏佩里写这本书是1943年，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社交媒体，但他精确地预言了80年后全人类的生存状态。每个人都在一颗小行星上忙碌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很重要，每个人都很孤独。然后小王子来到了第7颗星球，地球。地球上他遇到了一片玫瑰花园，5000朵玫瑰和他的那朵一模一样。他哭了，他一直以为自己那朵玫瑰是宇宙里独一无二的，结果发现到处都是。他趴在草丛里哭着说，我以为我很富有，拥有一朵举世无双的花，结果它只不过是一朵普通的玫瑰，加上3座不到膝盖高的火山，这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。这是全书最痛的一刀，也是修行路上必须经历的一刀。你以为独一无二的东西，其实满世界都是。你赋予它的那个独一无二，是你自己贴上去的标签，不是它自带的属性。在唯识学里，这叫遍计所值的第一次破裂。你终于看见了，标签只是标签，不是事物本身。这一刀非常疼，但它是醒过来的第一步。接下来狐狸出现了，狐狸对小王子说了一段改变整本书走向的话，大意是这样的：对我来说，你不过是一个小男孩，和千千万万个小男孩没有区别。我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我。对你来说，我也不过是一只狐狸，和千千万万只狐狸没有区别。但是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们就彼此需要了。你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，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。这段话极其关键。驯服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通过耐心的陪伴和持续的付出，和另一个生命之间建立起只属于你们2个的联系，不是占有，不是控制，而是一种双向的，需要时间来编织的纽带。用佛学来翻译，驯服就是种因。狐狸还教了小王子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说驯服是需要仪式的，你每天最好在同一个时间来，比如你下午4点来，那从3点开始我就会感到幸福，时间越接近我就越幸福，到了4点我已经坐立不安了。这就是仪式的价值。这段话在修行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对应，叫做日课。每天固定的时间打坐，固定的时间关照，不是因为这个时间有什么魔力，而是因为重复本身就在种因，每一次重复都在加深那道因缘的沟槽。时间久了，你的意识会自动在那个时刻苏醒，就像狐狸3点钟就开始幸福一样。驯服不是一个瞬间的决定，是一个持续的需要耐心的过程。种子不会一天就长成树。在因缘建立之前，你和任何一朵玫瑰之间都是平等的，它确实和其他5000朵没有区别。这是缘起性空的原理，万法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但因缘一旦建立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你给它浇过水，你给它挡过风，你听过它的抱怨，你为它施过眠，这些看不见的投入，在你和它之间编织出了一张独一无二的网。从这个角度再看那5000朵玫瑰，你就全懂了。它们确实和你的那朵长得一样。
但你的那朵之所以不同，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特殊属性，而是因为你和它之间有了因缘。这种特殊性不在事物本身，在关系里。这就是唯识学里依他起性的精确定义。事物呈现出来的面貌取决于它所依赖的那些条件和关系。一朵玫瑰的本性是空的，但因缘赋予了它对你而言不可替代的意义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个特殊性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答案是，它既不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它是因缘所生的，因缘在，它就在；因缘灭，它就灭。但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它比你以为的那种天然独一无二更珍贵。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维护，因缘生的东西你需要浇灌。你停止浇水的那一天，它就开始枯萎。这不是无常带来的悲伤，这是无常赋予的紧迫感。正因为会变，所以此刻才无比珍贵。然后狐狸说出了那个秘密，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。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这句话不是心灵鸡汤，它是一个关于人类感知系统的结构性判断。加州大学的认知科学家霍夫曼提出过一个理论，叫做感知界面理论。他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证明了一件反直觉的事实：自然选择不会让我们的感官去感知真相。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进化出来不是为了让你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，而是为了让你活下去。他打了一个比方，你看电脑桌面上有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图标，那个图标是蓝色的，方形的，在屏幕右下角，但真实的文件不是蓝色的，不是方形的，也不在什么右下角。图标只是一个操作界面，它帮助你高效的管理信息，但它不告诉你底层的电压和晶体管到底长什么样。你的感官给你的就是这种图标。你看到的红色不是光波本身，你闻到的花香不是分子本身，你感知到的整个世界都是进化帮你定制的一套操作界面。佛学2500年前就在说同样的事情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对应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6组配对就是你的感知界面。而缘成实，也就是事物的真实本性，从来不在这层界面上显示。你在界面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加工过的、简化过的，为了帮你生存而优化过的信号。这一点我们频道之前专门做过一期，把现代神经科学的感知系统和佛学的6根6尘放在一起对照，结论是2套语言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过程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回去看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所以小王子用眼睛看5000朵玫瑰，看到的是一样的，但用心去看，只有1朵是他的，因为眼睛只能显示界面上的图标，而心能触碰到图标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因缘。圣埃克苏佩里还写了一句话：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，使得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。这句话用唯识学翻译过来就是，你在一段因缘上投入的觉知和注意力，决定了这段因缘在你的意识里的权重。不是玫瑰变重要了，是你和玫瑰之间的因缘密度变高了。不是世界本身有高低贵贱之分，而是你的心在哪里停留，在哪里投入，在哪里付出过真实的注意力，那里就会为你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世界。这个道理和佛陀说的一切唯心造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。书里还有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：小王子和飞行员在沙漠里走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一口井。小王子说，沙漠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在它的某个角落藏着一口井。你想想这句话，沙漠表面看上去什么都没有，黄沙一片，但你知道某个地方有水，你知道走下去就能找到。这个看不见的确定性让整片沙漠都变了样子。这和修行是一回事。你的生活表面上可能很平淡，甚至很荒凉，但如果你知道在某个深处藏着一口井，藏着一个你还没有完全看见的真相，那你走在日常里的每一步，感受都不一样了。这就是信，不是迷信，不是盲从，而是你在还没看见井水之前，愿意相信沙漠深处有水，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最后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结尾。
小王子决定回到 B612， 但他的身体太重了，带不到那么远的地方。于是他让毒蛇咬了自己，身体倒下了，像一棵树一样，慢慢的没有声音的倒下。第二天飞行员回去找，沙地上连身体都不见了。如果你用佛学的框架来看，这不是一个死亡叙事，这是意识回归的隐喻。色身就是最后一层界面，当所有界面都放下了，标签放下了，执着放下了，意识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回到了那个不需要任何界面就能存在的状态。身体没有留下，因为它只是一层壳。真正的小王子从来都不在壳里。飞行员最后抬头看天上的星星，他说，当你在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因为小王子住在其中某一颗上面，因为他在那颗星星上笑着，那么对你来说，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。同样的星空，建立了因缘的人看见的和没有建立因缘的人看见的完全不一样。星星还是那些星星，但你的心里有了一个人，整片星空的界面就被重新写了一遍。圣埃克苏佩里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正在二战中执行飞行任务。写完1年之后，1944年7月，他驾驶侦察机从科西嘉岛起飞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他消失了将近60年，飞机残骸才在马赛附近的地中海底被找到。一个在真实的死亡阴影下写作的人，他留下的那句秘密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，那是他用整个生命验证过的东西。他自己就是那个飞行员，他自己也有一朵玫瑰，他的妻子康苏艾洛。他们的关系充满了争吵、误解和分离，和小王子跟他的玫瑰一模一样。他在写小王子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写自己。他在用童话的方式向他爱过却没能好好爱的人道歉。重要的东西用眼睛看不见，这不是一句感叹，这是一条关于认知结构的定律。你的眼睛给你的是界面，你的心给你的是因缘。界面可以复制，因缘不能复制。5000朵玫瑰在界面上一模一样，但在因缘里只有一朵是你的。你不需要读完600卷般若经才能理解这个道理，你只需要像小王子一样认认真真给一朵花浇过水。你的那朵玫瑰是什么？是一个人，一份事业，还是你生命中某个不可复制的瞬间？如果你愿意，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